南非参战，俄占顿巴斯地区，惊现南非雇佣兵。泽连斯基亲赴前线，红军村大捷，乌军零阵亡，夺回议政大厅。美俄核武对决，普京重启核试验，引爆新一代核弹头。欧盟松口，同意乌克兰参与欧洲防务基金。德国下重注132亿美元机枪到账。挪威施法乌克兰，怒砸9800万美元打造抗俄之盾。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朝鲜参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法新社不久前还提及，朝鲜9月份又增援5000兵马，帮俄罗斯修筑阵地工事。但最新战场战报却提了个新鲜事，那就是除了朝鲜，南非似乎也在驰援俄罗斯。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驰援，南非的驰援似乎多少带着点不情愿。据法新社报道，南非政府宣布，他们最近收到17名公民的求救电话。然而一查电话地址，竟然来自东欧平原的俄占顿巴斯地区。南非政府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俄罗斯那边的电话诈骗？和电话那头亲切的南非口音，以及一连串17通电话，无不说明这事儿好像真不是诈骗。其实别说南非政府，就连那17个南非人自己也很懵逼。他们是年龄在20岁到39岁的男子，被高薪合同诱惑，加入某外国军队雇佣兵组织。原以为只是去南非附近国家干点侦察类的低风险活动，结果坐上运输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顿巴斯，头顶是不时飞过乌克兰无人机，身边是讲着俄语的士兵，南非雇佣兵人傻了。实话实说，俄军会干这事儿并不稀奇。9月份，乌克兰就俘虏过一名叫埃文斯的肯尼亚公民，此人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却直接被俄罗斯骗到前线战场当炮灰。BBC 就透露，克里姆林宫正通过非洲军团扩大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以此吸引非洲公民去俄罗斯军事企业当黑奴。例如，肯尼亚警方之前打掉过一起贩运案，20多位非洲哥们儿差点被高薪就业合同骗到了俄罗斯，但俄罗斯人正准备把他们送到前线，参加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此外，肯尼亚执法人员近期还拘留了俄罗斯大使馆雇员米哈伊尔·利亚平，只因为这小子正在疯狂招募当地人，把他们送到俄乌战争前线送死。要火力军说，能想出从南非等非洲国家借人去前线打仗这个主意的俄罗斯专家实在是个人才。火力军有理由怀疑，这位专家是不是借鉴了17世纪的三角贸易？只不过当时的航海家把非洲公民当商品，现在的俄罗斯航海家把非洲公民当炮灰。火力军愿意称这种贸易为俄罗斯贸易，大家认为呢？不过比起从非洲抓人填补前线，莫斯科接下来的动作才是真的离谱。普京已做出决定，俄罗斯重启核试验。面对特朗普部署核潜艇和重启核试验的威胁，普京似乎一直不太服气。之前接连搞出海燕、海神也就罢了，现在他又准备玩把大的，比如效仿美国重启核试验。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已正式指示外交、国防部门草拟重启核试验的提案。俄官方对此解释，这是为了镜像反映其他核武国家的核试验。翻译成人话，就是俄罗斯要跟美国重启核试验打擂台。报道来看，俄罗斯将擂台搭在了位于北极地区的新地岛，该岛原本处在技术准备阶段，接到普京的命令，估计已经提升到了政治待命状态，随时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生产他最爱的大核弹。至于具体试验内容，俄罗斯大概会将重心放在零当量试验上。该试验足以在不产生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测试核材料与相关组件，随后陆续试验俄军这些年新产的亚尔斯、萨尔马特等洲际导弹。不过火力军认为，虽然俄军口口声声称重启核试验是为了反击美国，内在原因恐怕想为其吹嘘的海神、海燕选出最适配的新一代弹头，这必须一拖核爆才能看出效果。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在核武方面的动作宣告维持30多年的全球核武禁令差不多沦为了一张废纸。自21世纪以来，除了朝鲜，没有任何国家还在进行核爆试验。经过普京这么一顿闹腾，冷战的幽灵或许又将漂浮在21世纪的天空上。不过普京重启核试验虽然很威风，但前线的俄军士兵却怎么也威风不起来，原因也不复杂。第一个是乌军的反击太凶猛，打得后方俄罗斯基础设施叫苦不迭。第二个原因则是羡慕，克里姆林宫催促俄军去前线送死，用命填满战线，普京却躲在后方点评天下。相比之下，基辅方面不但让士兵好好保住性命，
甚至总统泽连斯基还冒着巨大风险赶往红军村最前线，向战士们传递这句话。泽连斯基奔赴前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巴赫穆特被围困，战事最严峻的时候，泽连斯基去了；阿夫迪夫卡俄军距离乌军阵地仅2公里的时候，泽连斯基又去了。2度奔赴前线，舍生忘死，有这样的领袖，乌军的战斗力哪能不强？不过这次奔赴红军村前线却与以往不同。之前泽连斯基赶到时都是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可能一夜之间阵地上就要换国旗。现在的局势倒没有如此严峻，泽连斯基到这儿只为2件事：一是视察红军村的具体战况，用亲身经历打破俄军围歼红军村乌军的谣言；第二则是解决前线部队面临的战略物资短缺、支援不够等现实问题，鼓舞前线士气。他表示，乌克兰不计较阵地得失，只要士兵都在，死守阵地就能收复。所谓人存地存，人失地失。对比之下，普京或许还在给俄军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红军村，然后纠结今晚到底是喝伏特加还是波尔多。一线战报方面，援军及时赶到，帮红军村稳住了大事，但具体情况还是很复杂。前线乌军承认，他们面临着很困难的局面，例如俄军贼心不死，依旧沉迷于渗透战术，每天派出约100个3人小组，总计300人，向红军村发起不要命的渗透作战，其中2/3在渗透过程中被发现消灭，但剩下1/3仍能渗透成功。说到底，俄军就是用人海战术让士兵往城里塞，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就全凭上帝心情。于是俄乌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我阻止你渗透，我消灭你渗透的士兵，你继续渗透的死循环。打到现在，火力军估计俄军被迫参加渗透作战的士兵恐怕都希望乌军尽快把渗透通道堵上，他们真不想当炮灰了。城外守得辛苦，城内也打得艰难，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在持续作战，他们被投入到复杂的巷战中。实话实说，特种部队往往都用来执行专业定点打击，让他们去打面对面的巷战，跟大材小用没有区别。但这也没办法，俄乌双方前线都缺人，两军只能把特种部队当精锐步兵用。只是俄军损失更惨烈，例如开战初期的俄特种部队在基辅安东诺夫机场等一系列战斗中几乎消耗殆尽，乌军特种部队却依旧保留着完整战力和规模。作战方式方面，乌军还开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降雨作战，乌军借助人造降雨干扰俄军无人机，使其监控系统瘫痪，趁机将大量军用物资与重型装甲运入红军城，同时撤出部分伤员，将俄军耍得一愣一愣的。除了对红军村持之以恒的防守，乌军还在多个方面向俄军发动进攻。乌军近期声势最大的进攻来自红军村市中心。据相关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25独立突击团成功清除了盘踞在红军村议政大厅大楼的俄军，还在楼顶升起一面乌克兰国旗，算是彻底粉碎俄军已控制红军村70%面积的谣言。具体行动上，突击团向市区方向推进，然而俄军的部署确实严密，第一波行动遭到敌方猛烈袭击，一辆装甲车甚至被俄军无人机击毁。一名指挥官接受采访时透露，我们遭到了伏击，子弹贴着脑袋飞过去。但俄军没有想到乌军的战斗意志竟然这么强烈，装甲车被毁后，突击团立马改变思路，采取步行，在夜视装备掩护下，一路消灭不断打冷枪的俄军，成功推进到议政大楼。楼中渗透的俄军自然也一一光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清剿行动仅持续了数十分钟，主打一个闪电战，乌军以零阵亡代价夺回了大楼控制权。在红军村之外，乌军还成功袭击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州的特种部队指挥所。这支特种部队来头不小，名为红宝石，专门负责用无人机对乌军进行侦察和袭击，是目前俄罗斯军队中硕果仅存的几支技术最先进的部队之一。俄军呢也不是傻子，知道该部队指挥所重要性非同小可，特意将其藏在一栋半毁建筑内，结果专门玩无人机的部队却倒在了无人机手上。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乌军请出了 FP2 无人机，对指挥所所在地进行精准指导，一枚重达105公斤的炸弹准确无误落在建筑周围，指挥所当场变成火葬所。虽然俄军咬死没有公布损失，但乌克兰国防部门早已透露，经过这一次打击，俄罗斯在顿涅茨克方向的无人机作战算是彻底完了。面对后续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无人机打击，俄军只能干着急。与此同时，欧洲方向也传来好消息，这一次欧洲直接送来份大礼。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欧盟理事会丹麦轮值主席国官员透露，欧盟已经达成一项协议，确保乌克兰参与欧洲防务基金。这一消息无疑表明，乌克兰离加入欧盟更近了一步。
当然，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又将获得一笔不菲的资金援助。该基金早在2016年便提出，直到2021年才正式成立。成立的目的很简单，即帮助成员国多军购、少记债。具体而言，由该基金购买并持有武器装备，然后按需提供给成员国，相应负债挂账到基金上。如果对应时间点，不难看出，几乎是针对俄军侵略而来。按照规划，从2021年到2027年，基金整体预算约为84亿美元，其中31亿美元用来联合防务研究，剩下全部投入各国军备建设。估计很快就有10几亿美元资金注入到乌克兰反侵略事业中了。除此之外，德国还准备单独掏出132亿美元支持乌克兰的正义事业。据商报报道，德国准备将明年的对乌军事援助再增加约34.5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爱国者导弹、装甲车等等军备物资。加上这笔钱，明年德国就将向乌克兰总计提供132亿美元，手笔不可谓不大。有意思的是，或许是看到德国如此客气，英国竟也不甘示弱。彭博社透露，大英一口气就向乌克兰交付了99辆 AS-90 自行榴弹炮，此外还附赠168辆 CRV 战斗侦察车等重型设备，几乎将库存都拱手送了出去。加上之前交付的风暴阴影，英国出手阔绰程度与德国不相上下。在火力军看来，乌克兰盟友纷纷加注，不外乎2点原因。首先是俄军对欧洲国家的挑衅，早已让盟友们忍无可忍，但碍于多方因素，他们不便直接参与战争，就有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方式，打击俄罗斯的嚣张气焰。其次则是乌克兰军队确实给力，乌军无人机对俄后方的打击，让俄罗斯经济遭受一顿毒打。放眼欧洲，估计也只有乌军无人机技术能办到。不过，与英国、德国将抗俄希望寄托在乌克兰身上不同，乌克兰的另一个盟友挪威决定打造自己的抗俄之盾。据军事媒体 Army Recognition 报道，挪威政府宣布已与国内国防巨头康斯伯格国防公司签订了一笔价值9800万美元的订单，为国家先进防空导弹系统采购全新的组件。从报道来看，这次采购的重点并非导弹本身，而是指挥管制与通讯节点。另外，在对移动指挥所与康斯伯格开发的雷神无线电系统进行升级换代。挪威这波操作摆明想在分散式作战上发力，这一点挪威政府也进行了佐证。其表示，乌俄战争让他们大受震撼，过去北约防空思维还沉浸在静态据点防御中，结果乌军倒好，用一套优先考虑快速转移阵地、大范围分散部署的打法，把俄军的火力压制和电子攻击等打法给生生压了下来。同时，由于俄军对北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侵略屡教不改，彻底让挪威下定决心施法乌克兰对这套导弹系统升级换代，组成挪威的抗俄之盾。日后俄军无人机或战机再敢来犯，挪威军队也不用层层上报了，直接通过全新组件第一时间开启分散式打击，把俄军侵扰的无人机赶回老家。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国家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也并非等闲之辈。挪威和乌克兰的数据表明，截至2025年初，乌克兰就通过它完成了对俄军约900次拦截，成功率高达94%，特别是对俄军的 K-10-101和 K-10-55等低空导弹几乎一打一个准。这波再度强化，估计拦截成功率又能上一个档次。接下来就看后面的实战效果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普京重启核试验呢？您又认为乌克兰参与欧洲防务基金将给乌克兰加入欧盟带来怎样的骗局？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